你好，当我们开始了静坐练习，可能多少都会遇到关于静坐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静坐最佳？静坐多久合适？是不是做的越久越好，或者说越久越正确？如果有认真的、完全的、简简单单的按照我上一个视频当中描述的方法认真实践过的同学，可能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或者说不会产生以上这两个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对静坐方法的不确定性。这两个看起来像属于静坐过程当中正常的问题范畴，但其实只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练习什么，而去遵守了别人所谓的最佳静坐时间，达到别人传言的静坐的时间越久越好。什么时间静坐最佳？我们把这个腿盘起来了，静静的坐一会儿，全身肌肉放松了，静静的坐一会儿。能有什么最佳静坐时间？想静坐了就去做嘛，坐下来了，腿盘起来了，身心清爽了，就舒服了嘛。还要有什么最佳静坐时间？所以呢，一个人愿意去做的时候，坐下来了，就是最佳静坐时刻。没有，不用掐一个静坐时间，并不是否定传言的这些时间，比如子时午时静坐更好是错误的。它在某些情况下，有特定的条件下是相对来说是合适的。但是呢，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自己的舒适度在哪里？听到一个信息我们就抓过来用吗？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抓过来就回答吗？所以呢，我们开始练习是你决定静坐，你开始静坐，你选择静坐时间来服务于你自己的生活舒适度的这个本末不要搞反了。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也经常遇到这样类似的小问题，比如我吃饱了能不能静坐？我晚上睡不着能不能静坐？我刚刚吃了冰淇淋能不能静坐？我是运动前静坐好还是运动后静坐好呀？就是这样问你自己嘛，我怎么知道嘛？静坐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想做坐着舒服直接就去做，不想静坐那么就不要做就行了，就完事儿了。所以说这个问题要问自己，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舒服。问我不知道。现代人的生活，主流的生活节奏而言，我们会比较建议清晨起床的时候静坐，这个时候静坐精神饱满，不容易昏沉，清洗昨晚的睡眠痕迹，清爽的开启新的一天的生活。晚上睡前静坐，清洗白天的疲劳和一整天多余的不必要的纠缠，我们把这个痕迹清洗掉，就能保证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这样呢，一个基本的循环，基于正确的静坐方法之上呢，就能完全保证一个人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清爽的身心状态。主流的意思呢，就是说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属于这个情况，而另一部分并不是指非主流的情况，而是指就是说还有情况的多样性，就是具体情况再具体分析，因人而异，然后根据自己的舒适度来处理。阶段性相对固定的静坐练习时间，它是非常省事的。这种规律性呢，有助于形成身体固定的肌肉记忆。也就是说，我们给自己好像设定了一个路径，到点静坐，到点吃饭，到点睡觉，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中间没有任何的墨迹，直接做。静坐何时最佳的问题就是以上这些。我们再继续说一下静坐时间长度的问题。打坐时间越久越正确吗？我们为什么不去和一个石头学习呢？一辈子都不挪地方。静坐9层，层层都是相对应的身心状态。一个人的静坐时长是一个确定值，也就是说不是想做多久就做多久，这个静坐的时间长度是一个综合条件下的确定结果，它具备一定的浮动性，或者说有波动，但是基本就是这样了，是确定的。身体条件、身心状态、环境因素、自我的意愿、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干扰因素，这些等等都是汇聚成一个时间长度的原因，然后形成了一个时间长度的结果。而我们如果只关心时间长度这个指标的话，就好像我们只想知道今天的温度是多少度，而不关心日照、湿度、风向，或者说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季节的这种大环境，体感温度怎么样，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这些我们都不在乎了，只想要一个今天多少度啊。其实没有什么参照的意义，下不下雨我们都不在乎吗？下雨28度，不下雨的28度，我相信体感温度应该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出来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静坐的效率，以及佳境或者说优越状态能不能形成持续的常态化，而不是说偶然得知。我们在静坐初期啊，这个静坐的效率大概就可以理解为全身肌肉放松的时间除以静坐的时长，就是静坐的效率，这一部分才是有效静坐时间。也就是说，只有真正不干涉的全身放松了的才是有效静坐。慢慢呢，随着练习的叠加，身心状态的升级，我们也就越来越接近更核心的静坐方法。全身放松到出现全身肌肉融化的感觉，慢慢会接触到大脑融化的感觉，这个时候的效率就变得更加精准。也就是说，大脑融化的时间长度除以静坐的时间长度，简单来说就是坐下来、静下来、进入状态、出状态，这中间才是有效静坐时间。一上来就1个钟、2个钟，这中间有多少是有效静坐时间呢？所以做2个小时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效果不如做半个钟身心清爽来得好，还会身体记住不良的反应。静坐10分钟就是10分钟的效果，坐下就是舒适，难受杂念开始变多了，坐不住了，直接起身就好了。随着练习次数的叠加，身体的耐力会自然的延长，身体放松了，身心舒适了，身心静下来协调了，自然就能做得更久。这中间无需一丝的忍耐，全程都是舒适。注意是全程舒适，而不是说熬到某一个点突然出现一丁点的乐受，还是偶然得知。正确的静坐方法全程都是舒适，而且中间会掉落更舒适出现，佳境无数，还不怎么稀罕。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也经常遇到关于静坐时长的问题，有过静坐经历的同学呢，一上来可能也会静坐30-40分钟，或者说1个小时这样子，但是呢，日记当中却看不到相应的，就是说可以做到1个小时之后的那个身心状态的信息，这些东西都是缺失的。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把它的静坐时间砍掉，比如说从一开始就5分钟、10分钟就很好了。只做5分钟、10分钟的这个目的呢，就在于把坐下舒适，对这种舒适度的敏锐度调回来，不需要一丝的忍耐，因为过去的1个小时那个舒适度是惨不忍睹的，或者说他可能也没感觉，但也称不上什么难受，但是呢，没有舒服出现，没有舒服，这个静坐的问题就很大了。坐下就是舒适，难受直接起身，不断的提高静坐的效率，不断的越来越接近有效的静坐方法，就是不断去掉任何多余的动作，越来越直接的做到这种最精炼、最纯粹的地步，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在身体没有放松的情况下，静坐1个小时基本上就等同于熬，这中间呢用到更多的是忍耐力，而正确的静坐我们一丁点的忍耐都不要，全程就是舒适。每一坐进入状态到出状态自己都能知道，随着练习的叠加，这个深度和时长它就会自己延长。我们在开始静坐前可以记一个时间，但是不要上闹钟，这样容易产生惊吓。比如手机的秒表或者其他的计时的小工具都是可以的，就是稍微记一下时间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让这个时间长度自然发生。不想静坐了，那么就直接下坐，或者说来一个结束的动作。我们可以搓一下手，
手搓热了之后晕目，非常舒服，然后顺势拉伸一下，这样一整个非常舒适，就是浑身都是清爽透彻的。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写一下静坐的日记，对刚刚的静坐进行一个记录。这个日记就好比是写生，看到什么写什么。写日记的过程，同时也是整理输出的一个过程。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再次回看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过去哪一些问题啊，以后怎么调，自己呢又有哪一些进步，都会一目了然。日记的记录是练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进行指导的很重要的依据。日记不是写给别人看，这个日记的如实记录是把自己给写清楚了，是写给自己的一个梳理的过程。所以呢，不要控制时间，身体有它自己的节律，我们只需要制造了这个条件，其余的就让它自然的发生，是多少就是多少。硬挺着硬熬着，不仅没有效果，而且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时间超过1个小时、2个小时就觉得很厉害，这是还没有入门的情况，就是可能对静坐的方法不是很明白。我们如果做到身心清爽、舒爽透彻了，就不会再去谈做1个小时很厉害这样的话了。道德经前16章讲的就是静坐的具体方法与体验过程。论语、大学讲的是静坐后的身心与社会的反应关系。王阳明心学传习录讲的就是静坐与自己身心的关系。而道家的太乙精华宗旨被带到了西方，于是有了精华的秘密，直接说东方的智慧西方不可能明白，只能学习，成为了心理学的基础。而这些瑰宝经典的基础正是静坐。通过静坐的练习，人体的身心状态达到最佳，致虚极，守静笃。只有极致的静，守护这份静，人体才会达到最佳状态，归根曰静。硬做硬忍，忍不住当然就会各种难受，这个是大忌。打坐中出现的问题非常多，五花八门的，经常有的情况就是自己掉到坑里面了，也意识不到。简单来讲呢，如何分辨这些，就是舒服就对，不舒服怎么都不太对，需要调整一下。静坐打坐是非常舒服的事儿，或者说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事儿，不要让它变成一种忍耐忍受。古人呢早就说了，白云高卧，是无知音。好了，视频最后我会在评论区给出一个日记的模板，以供大家参考。关于人体身心训练的方法、静坐9层的理论实践，以及在具体生活当中的具体运用，我会继续更新在这个播放列表当中。感谢订阅，再见。